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4.08，收盘价是254.2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7.19，最低价是在249.0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840.77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开盘之后，股价即上行，上方是在257附近遇到了压力，那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下，下方是在250附近遇到了支撑，最后股价收盘在开盘价的附近，生成了一根十字线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增。那生成这样一根增量的十字线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叫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，收盘价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涨的走势。那尤其呢，在次日如果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、实体长绿 K 线，那么将会生成一星二阳的一个 K 线组合。一星二阳的 K 线组合它是上涨的动能。如果出现这样的 K 线组合，那我们会看到，那么股价将会很容易去测试271，也就是我们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这是前高。那其实这一轮股价上涨的目标就是271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会看到这样一根休息 K 线，很可能会促使股价会进一步上行。那我们要警惕在高位出现休息的 K 线，那次日如果是低开低走很容易出现一日反转向下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做头，那么它的标志就是次日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，收盘价跌破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那么日后呢，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的走势，那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个小的头部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收盘价会在257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分别是在248和240附近。实际在9月24日收盘价是在254.27，股价出现了继续上涨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上涨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都站上前高。那同时呢，当日在盘中股价的走势与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。很可惜，股价的收盘价没有收在高位，也就是257这个位置，而是回到了
开盘价这个位置，生成了这样一根十字线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是在上行的走势中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在9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我们仍然认为是256，也就是在7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目前股价虽然说是出现了新高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目标并没有被瓦解。那么它是依然存在的。那显然这个位置呢，将成为次日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位。尤其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的话，那这个位置和这根十字线的最高257将成为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71。我们刚刚说了，271啊是本轮上涨的真正的目标啊，它的目标就是271。那么271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上方再次出现新高，出现头高，因为下方已经有底高。对，好，那么271如果能够被站上的话，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上方的299，也就是300关口。299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，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所以我们认为股价一旦站上271，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300关口。那么缺口呢，包括前面的这些高点呢，都将是压力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10不变。那目前在到达210啊，除了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，那有几个重要的标志位，一个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是在249这个位置，然后242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，然后还有232。那这三个位置呢，将会成为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它们三个将成为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跌破任何一个位置呢，都将会预示着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当然，股价回档到这个位置呢，也很有可能会得到支撑，然后出现反转向上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210如果被跌破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3。203如果被跌破，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182，当然下方还有一个168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三个目标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2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绿 K 的最高，也就是实体的上沿。那么股价在次日如果是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那在9月24日我们会看到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股价出现了收在高位的现象。那么到了9月2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，是在257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目前股价是在一个上涨的行进中，那我们也会看到目前均线排列整齐，那很有可能，也就是说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那继续上行走势由于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呢，那么作为操作人员呢，很容易担心是否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。通常在这样的均线排列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，
然后呢再出现像这样的休息的 K 线，并且有增量，那日后呢股价是我们认为一定会坚定的上行的。对，虽然我们在刚刚的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在这个地方容易做头，那只是从 K 线的技术上的分析来说的。那但是从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均线排列的规律呢，股价会坚定的上行，也就是会测试这个271，当然这是主观的判断。那么显然这根十字线的最高将成为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在次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57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。那如果说我们说出现回档，应该是在257到271之间，在这个地方很可能会遇到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在271下方做头。对，但如果一旦股价是冲破了271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行。所以目前这根十字线的最高257，在9月25日盘中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34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在9月23日收盘价是在250这个位置，我们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，因为当日出现的成交量是量增。然后呢，这个仓位我们到了9月24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9月24日收盘价在254.27这个位置，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仓位25%的仓位，我们要继续加仓。那么加仓呢幅度是在5%，也就是在255附近加仓5%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这个多头仓位达到了30%，那么成本价是到达了238这个位置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在9月25日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是246。对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获利的仓位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出止损位，止损位我们是守232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232，应该是即可出场的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好，那么这是对于我们这之前一直有加仓的仓位而言，如果比如说在9月19日，因为每一次加仓的建议呢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，例如如果之前没有进场，那么在9月24日收盘价254这个位置可以5%进场，我们称作叫强反弹。也就是说要快进快出。那获利的目标呢，应该是从目前的这个十字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7，一直到265之间，这是获利的目标。当然也可以等待继续股价上行之后继续加仓。那么对于在这个位置初次建仓的仓位呢，止损要守这根十字线的最低是250，当然也可以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242。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话，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再提到
一个获利的问题，就是目前例如股价在254这个位置，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获利点位。我们真正的获利的位置应该是在246。对，那么目前我们刚刚说了，均线排开，股价在上行，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呢，应该是坚定持有，因为我们的获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在246之上的这个利润都不是我们的，对，它都属于市场。那么我们如果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，我们就会坚定持有这样的一个仓位，等待股价继续上行。对，否则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出场，然后呢股价在次日继续上行，那么这一波涨幅呢将会被错过。那当然呢，在这个地方如果做头的话，次日会出现回档。那回档我们目前比如说我们加仓之后的成本是在238，那么我们守246。虽然如果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会有更低的点位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仓位是不会受损失的，除非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那现在来看这个仓位是越来越安全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获利目标的一个简单的描述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是上方的257一直到271，因为虽然这根休息的 K 线是很容易做头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认为真正做头的位置应该是在271下方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，也就是目前股价至少应该会有新高的出现。对。所以呢，空头一定是要守在这个位置当然，如果空头守不住，那么多头呢很容易就是推动股价去战胜271的。那么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空头的目标目前就是下方的242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。还有一个位置就是232，也就是目前这两个位置将是空头的目标。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，尤其是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9月25日是在246到250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第一个目标和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从256到257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5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1。那么我们愿意再给出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，实际上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，也就是从280到289，这是第四个压力位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246到250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237到239之间。第三个支撑是232，第四个支撑是20日均线值，是从227到228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并列的。对，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0，
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258附近。也就是说，继续会出现一根类似于休息的 K 线，但是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65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4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来生成一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动能，然后推动股价继续测试271，这是我们给出这样这个上涨的预测的依据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6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46，收盘价会收在250附近。如果最低是到达了240，那么收盘价会收在241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的条件呢，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么我们刚刚说的上行的条件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。刚刚我们说上行收盘价在258和264这两个位置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